这个男人肩负家庭重担，每天还被公司的老板打压，所以他想变成一条狗。被平板砸脸后，他美梦成真，真的变成了一条狗。古德曼一大早就愁死了，没有报纸，饭都吃不下了。汤米还拿着书想让自己读，这时老爷子也从楼上走下来，肚子咕噜咕噜的，铁定是腌黄瓜又干了什么。古德曼那个羡慕啊，腌黄瓜一天天就知道摸鱼了，自己还要当社畜，真希望自己也是一条狗。说话间，报纸小哥扔来了今日报纸，不愧是科技时代，早上的报纸都变成了平板，直接给古德曼猝不及防的砸晕了。昏迷中，古德曼真的变成了一条狗，虽然外形还是人，多少看着有点诡异就是了。仿佛在玩什么特殊 play 的古德曼回到了家里，转头一看，怎么腌黄瓜变成了汤米的爹？这下好了，账单、修剪草坪、扔垃圾都不用自己负责了，直接释放了狗狗的天性。而此刻躺在医院的自己，这枚孝子汤米掐着脖子来回晃。等到所有人都走后，医生露出了邪恶的笑容，他想悄悄嘎掉古德曼的腰子。同病房的病人对于贝弗利带来的故事书很感兴趣，沉睡的古德曼也听到了贝弗利念起的故事。正在和其他狗崽子促进关系时，汤米抓着沾金丝辫的风筝就飞走了。古德曼在叫喊中得知自己现在说的话没有人能够听懂，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狗子们全部都压在了古德曼身上，跌罗汉。喘不过气的古德曼差点被医生捂死。腌黄瓜一进来就看到了，赶紧对着医生龇牙咧嘴。汤米冲到了这个高科技报童的面前，抒发了自己的不满。报童带着他走到了被丢掉的打字机旁，告诉他你可以自己写书。于是汤米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古德曼跑到了公司，对着该死的老板就是一阵美好的祝福，还给他的屁股来了一下。一旁的弗洛伊德啧啧称赞。弗洛伊德告诉古德曼自己是他的指梦人，于是弗洛伊德手一挥，公司瞬间消失，变成了快乐的狗狗天堂。还没乐几下，一张大网忽然抓住了自己，抬头一看，居然是老爷子和老板，这群可恶的老东西将要带走古德曼。弗洛伊德告诉他，要是在睡梦中死亡的话，现实生活的你也将死亡。说完，弗洛伊德便像柴郡猫一般消失了。不安检的老爷子因为菊花夹带私货被送到了手术室，于是医生们从老爷子的职场里拿出了弹簧、坏掉的吉他、溜冰鞋、腌黄瓜的空罐子。医护人员绝对想不到，这老爷子年纪挺大，玩得挺野，还没掏完就丢下老爷子走了。叼着书包走进来的腌黄瓜露出了笑容。完事儿以后，路过停尸房的腌黄瓜看到了先前那个倒垃圾的还没死，钻进了停尸间的他原本以为这个巨乳护士会和他发生什么，没想到见证了一场肮脏的非法器官交易，以及那个医生决定将古德曼的器官偷走的事。梦中被送去狗狗监狱的古德曼惨遭吉娃娃毒手，而现实中的他正在被医生用心脏起搏器一通乱搞。腌黄瓜哪能让医生胡作非为，直接将其迷晕，带到了太平间进行了肢解，然后高成本 cos 一下医生和巨乳护士亲密起来。另一边的老爷子直肠快抵上一个杂货铺了，医生又掏出了一堆东西，忽然听到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医生们意识到里面怕不是塞了个炸药，转头来到贝弗利这边，看到了因为被病人们簇拥着讲故事的贝弗利。警长建议去很久没人去的老镇图书馆。男人梦想成为狗，然后真的变成了狗，结果却被狗贩子盯上。一阵逃亡后，瞬间觉得做人类真香，做回人类又发现自己的废柴同事竟是富豪体验生活，人生大起大落，一瞬间全体验了。躺在床上被推着走的古德曼看到眼前的电椅，一瞬间还是觉得做人好啊，狗子也太惨了。一行人来到图书馆，汤米自告奋勇地掏出了自己的原创故事念了起来。小时候的父亲带我认识乌龟，于是梦里差点死掉的古德曼看到了一只乌龟，环境也变成了小池塘边。伴随着汤米的故事，古德曼终于从沉睡中苏醒，要是再不醒，汤米都要把自己大早上小兄弟最精神奕奕的事抖出去了。而旁边的警长通过远程成功的从老爷子的皮燕子里拿出了那个吓得人心惶惶的闹钟。就这样，闹剧结束了，报纸也回归了纸质，只是父亲依旧还是要上班，念不了故事。腌黄瓜
花的人皮书里，老爷子可怜的皮燕子最后还塞进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白发苍苍的老者雇佣了4个形态各异的赏金猎人，只是为了抓住一只溜进他马厩的狗。古德曼一家驱车前往弗洛伊德家参加 barbecue， 殊不知4个杀手早已跟在了身后，准备取他们狗命。来到弗洛伊德家的古德曼都惊了，每天和自己共事的同事原来只是富豪体验生活。最可气的是，他居然有一个黑皮美女当老婆。汤米看到腌黄瓜先生被绑架了，赶紧找警长帮忙，但是他完全低估了腌黄瓜的战斗力，赏金猎人直接被反杀了。不愧是弗洛伊德，家里的装修还是如此的贴合人设，全是吃的，走到哪里都能拉开柜子来吃一口。古德曼感叹不已。弗洛伊德表示自己的奖金都是参加吃鸡翅大赛得来的，做电话销售员就是图一乐。老爷子倒是打算看看詹金斯如何用这个小烤炉烤这么大个鲸鱼，结果却瞟到了被腌黄瓜骗走的腌黄瓜先生，于是悄悄跟着进了一栋破房子。而警长带汤米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家里，当场睡着。被迷晕的腌黄瓜被一巴掌呼醒，如此无法无天的腌黄瓜第一次吃瘪就直接被打出了鼻血，咱们能吃这个苦吗？直接咬断手指分头行动。老爷子一看，吓得赶紧拿起杀手的手机给警长打了个电话。睡醒的警长一看，发现自己的警长帽被汤米给偷走了，赶紧叫妈妈。戴着警长帽的汤米来到杂货店，遇到了另一位杀手，和长相不符的是他那颗想做好孩子的心。于是在汤米的提问下，他暴露了之前勾引腌黄瓜的事情。弗洛伊德将保险柜里的枪给了古德曼，因为他之前说过要是自己长胖了就自杀，此刻自己想让古德曼来帮自己。混乱中，弗洛伊德不慎朝自己肚子开了一枪，结果因为肥肉挡住了子弹，所以没有打到出血的部位。谁说胖没有好处的？这不就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来了。童心泛滥的杀手带着汤米来到了先前的破房子，此时另一个杀手也来到了此处，看到汤米不过是个戴着警长帽子的小孩，就将他绑了起来。回过头时，童心杀手的身体已经被掏空，悬挂在了屋顶上。当大鼻的杀手看到这副地狱般的场景，直接准备转身就走，但是已经晚了。他在被自己烧起来的房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被挡住视线的小汤米和带着众人来到这里的老爷子，只看到了可怜兮兮的小狗被火困在了2楼。汤米救下腌黄瓜后，詹金斯用直升机带着之前的鲸鱼飞了过来。果然，好食材就应该配好考据。回到家后，先前的老者还不死心，想来搞腌黄瓜，最后直接白给，不仅命没了，人马也搭出去了。普通人想要阻止恶魔杀人，那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老爷子又一次目睹了一个人的死去，甚至差点把自己害死。古德曼一家的普通清晨，老爷子的日常就是冲进来打破宁静，告诉大家腌黄瓜先生是恶魔，但是每次都滴水不漏的吓人现场，导致大家都以为是老爷子疯了。警长警告老爷子，没有证据就乱说的话，自己会把他关到疯人院去。老爷子一听，赶紧跑到小镇上去买了摄像机，爬到了那个异次元狗窝里，进入了那个熟悉的地下场景。皮衣男一看到老爷子就赶紧跑走了。为了录下证据，老爷子只有继续深入，走到里面居然意外发现了一个实验室，而电子屏幕上的博士正是前一天被腌黄瓜送走的那位。接着下一个房间是腌黄瓜的小狗狗史蒂芬的房间，被装修的像个儿童房似的房间里有着好几张蓝图，拍下了这么多的证据，老爷子却迷路了。忽然看到一个紫衣男在跳舞，紫衣男说自己是腌黄瓜的舞蹈老师。听到老爷子要离开后，紫衣男直接自我了结了。老爷子看到不远处的电话亭，赶紧给警长靠了过去，谁知电话线被史蒂芬剪断，而摄影机也被抢走。老爷子兜兜转转走到了一个摆满杂物的地方，整容男顶着3对波霸恳求老爷子带他离开，结果被改造成鸡的男人丢了个奥利给样子的蛋在老爷子脸上。直到史蒂芬推开了一扇脸皮门，灯光一闪，宝宝男就冲了过来。命悬一线时，警长忽然出现，一枪带走了宝宝男。这一下警长已经彻底相信了腌黄瓜先生是恶魔。路过了奇美拉等众妖怪的雕像时，史蒂芬刚通过鸟给腌黄瓜通风报信。老爷子和警长走过全是骷髅头的通道，忽然被一个无脸男缠上，吓得
两人跑到了血河的船上，回过头才发现这艘船全是尸体做的。踏上冥府之路的两人被尸体给紧紧抓住，而此时的古德曼一家正是悠闲的不行，完全不知道老爷子经历了什么。收到史蒂芬消息的腌黄瓜骑着那只报信鸟飞到了深处，深处的世界更是多姿多彩，不仅有火车，还有脱衣舞娘和一些诡异的表演。警长和老爷子走到深处时，居然让老爷子脱下裤子，被所有人包围的老爷子只有被迫穿上情趣小泳衣。等到所有人都摘下面具时，老爷子才发现他们都和警长长得一模一样，一拳下去直接把脸皮都给干翻。原来这些警长都是机器人，事情朝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了。所有警长都发现了自己是机器人，图灵测试起了作用，机器人全部围着腌黄瓜先生扑了上去，准备抄家，场面一度十分混乱。追着腌黄瓜的机器人们来到了一个像审判庭一样的地方，腌黄瓜毕竟是个恶魔，一声令下，一旁的电子山羊就消灭了所有的机器人。老爷子被山羊人团团围住，身后是一个深渊大洞。老爷子不禁想问，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眼睁睁看着我死去？不等他说完，腌黄瓜直接将他推了下去。没想到洞的那头是早已备好海上魔突的史蒂芬，通过层层洞口，老爷子最终被丢出了狗窝。看着走来的警长，老爷子上去就是一坨子，还想骗我是吧，机器人？谁知一拳给警长鼻血都打了出来，老爷子差点被警长带走之前，腌黄瓜在狗窝里丢出了磁带。只能说老爷子还是太年轻，居然想通过磁带来证明腌黄瓜是恶魔。看着电视里跳踢踏舞的腌黄瓜，所有人都知道老爷子一定是疯了。